大家好，我是王维。咱们今天啊，继续开着火车，向八达岭的顶峰一路挺进。现在咱们这趟车已经驶入三铺车站了。您看这保险道岔的落差也真是不小吧？这三铺车站是位于京张铁路118华里处，站中心海拔456.9公尺，比南面3.6公里的居庸关车站高出125.7公尺。在建站的时候，上行列车在三铺保险道岔前停车确认制动力的行车规则就已经订立了。当地居民诙谐地把这机外停车的行为啊称为祭天保佑。前面就是三铺车站的站房了。我本来以为这座车站的1代站房是跟线路平行的，但后来经过调查，我发现它跟线路实际上是呈垂直的布局。它的位置呢是在2代、3代站房北边。从历史影像来分析，我认为这座车站的站匾应该也是詹天佑先生题写的，可惜在1960年修建2线的时候被拆除了，现在只有1代站房的后半部分尚存。在日伪时期，站房旁边还修过2座特别大的炮楼，立面上布满了射击孔。1987年，85岁的日本籍站长还回到过三浦站来怀旧，他对当时现任的杨奎江站长说：“这些炮楼、枪眼，通通我的干活。”过了站房，就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保险道岔。在1945年2月4号，382次列车由青龙桥车站开车之后制动失灵，区间里边仅仅用了4分钟。这趟车的司机是当时被工友们称作机车神仙的柴俊清，可是他面对这种溜山放羊也无能为力，只好跳车逃生，不幸把脚后跟子给压掉了。机车拉着满载铁矿粉的货车直接冲入了三铺避难线，这火车头啊直接就扎到山头里边去了，4辆矿石车翻到山下。我听老师傅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南口机务段曾经组织职工们在这儿挖铁矿粉，但即便他们挖得再干净，我现在在避难线下方的涵洞上还是能找着发红的铁矿颜色。如今啊，先进的列车和制动方式已经可以让下山的列车啊变得更加安全。2000年4月开行的八达岭号空调旅游列车啊，在这儿就可以不机外停车了，从此开创了先河。2008年开行的 S2线列车啊，更是可以从这儿直接通过，以高于普通列车的限速快速下山。您看这三铺32号桥，在1939年的时候让山洪给冲得够呛，前面区间几乎都给毁了。那当年给毁成了什么样？后来又有什么变化呢？咱们今儿啊先聊到这儿，明天咱接茬，边走边聊。